在德国，真正的流氓从来不会在街头用蛮力威胁你，他们西装革履，对你谈吐优雅，彬彬有礼，然后合法合规的掏空你的钱包。今天小友来带你沉浸式体验专门为德国打工人量身定制的4大合法流氓局。你平时工作很忙，你刚来德国 Austausch 的表弟周末住在你家，用笔电连着你家的 WiFi 下了一部电影或者音乐专辑。好巧不巧，他没有用正规平台，而是用了 P2P 下载工具。这类软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边下载一边把文件上传分享给全网。在德国版权法里，真正要命的不是下载这2个字，而是你可能同时在向别人提供这个文件，也就是进入传播的风险区。有一天你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信，上面赫然写着 Abmahnung 警告信。信里指出，你的网络 IP 曾经参与传播某部电影或者某张音乐专辑，侵犯了版权，直接对你提出2个要求：第一，支付几百欧元的 Aufwendungsersatz 律师费补偿费；第二，签署一份附带的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停止侵权声明。你一看，确实是自己家的网络，确实有下载记录，确实是熊孩子闯的祸。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本分打工人，你的第一反应是很丢人，并且想要负起责任。你心想，虽然不是我本人下的，但毕竟是我家里的网，我也犯不上为了几百欧元去跟德国律师法院扯皮，花钱消灾，我难道差这几个钱吗？于是这几百欧元你痛快地转了。而且为了展示你良好的认错态度，你毫不犹豫地在对方提供的那份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上签了字，寄了回去。你对着表弟一顿疯狂输出，骂得他连夜扛着火车跑了。你觉得这件事算翻篇了？几个月后，表弟又带着他那台笔电来你家住了，他电脑里的那个 P2P 文件共享软件还在后台运行，当初那部电影的种子任务也没有删除。电脑一连上你家的 WiFi 就又开始 seeding。没多久，第2封律师信也到了。这次人家甚至不需要重新跟你多费口舌解释什么是版权侵权，信上直接写，由于您违反了此前签署的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请支付 Vertragsstrafe 5000欧元。你直接懵了，5000欧元都够你买个新表弟了吧？你连滚带爬的去找律师，律师拿着你当初签的那张纸的复印件，看你的眼神就像在看一颗长得极好的韭菜。哥们儿，你当初签的可是一份带天价违约金的终身合同啊！慕尼黑商会 IHK München 明确提醒，收到 Abmahnung 后，通常会出现对方律师费补偿的要求，常见的金额大概是300到800欧元不等。但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坑就是这个 Unterlassungserklärung。如果签了对方提供的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后，再次犯同类错误，常见的合同违约金每次都可能高达3000到5000欧元。欧洲消费者中心德国站 EVZ 也特别针对文件下载和版权提到，律师发出的警告信通常要求收信人承诺未来不再下载或传播，否则将产生额外赔偿。EVZ 强烈提醒，绝对不要在没经过自己律师确认前直接签署对方发来的表格。你以为你只是认了个错，实际上你亲手给自己埋了一颗随时会爆的雷，这就叫法律成本套利。德国某些电商利益协会常年靠发这种 Abmahnung 疯狂捞钱。2026年5月，北威州高级行政法院直接判定不能把这种机构列入合格的商业协会名单。法院给出的理由就是，这哪里是维权啊，这不就是靠索要违约金搞创收吗？你看，连德国高级法院自己都官方盖章承认了，有些组织打着维权旗号，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靠发警告信和索要违约金赚钱的收割机。那德国为什么不禁止 Abmahnung？ 因为德国的法律体系讲究司法自治和司法资源节约。如果企业或个人之间有知识产权纠纷，最好在诉诸法院之前，通过律师发警告信私下解决。他初衷本来是为了给法院减负的，但资本多聪明呢，写封信的成本极低，抓个 IP 一抓一个准，吓唬老实人就能收钱，直接绑定成他们下辈子的专属提款机。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反击呢？第一步，稳住，收到信深呼吸，不要马上在对方给的 Unterlassungserklärung 上签字。第二步，找一个专业的媒体法律师，或者至少先了解一下所谓的 MUI 修改版停止侵权声明到底是什么，最好让懂 Medienrecht 的律师改。这里面有个硬核招数叫做 Hamburger Brauch， 一般律师会让你把那句每次违约支付固定的5000欧元划掉，改成类似于如果我真的犯错了，违约金的具体金额得按实际情况定，而且要让法院审查。这就直接削弱了对方狮子大开口的定价权。
注意，这不是免死金牌，真的再犯错还是可能要赔，区别只是对方不能拿着预设的5000欧元账单直接往你脸上扣，金额至少还有被审查的空间。第三步，关于那几百欧元的律师费，也不要因为害怕就立刻全额照付，让专业律师盘盘对方，你这金额合理吗？你有权管这事儿吗？我是网络持有人，我就得负全责吗？当你把这份 MOE 啪在对方脸上的时候，对方律师一看马上懂了，这是一个长脑子的韭菜，算了，去吓唬下一个大冤种吧。你在德国租房要搬家了，作为一个体面人，你保洁阿姨附体，连浴室瓷砖缝里的水垢都被刷得一干二净，连烤箱里面都被你擦得锃光瓦亮。交房的那天，房东汉斯大叔拿着手电筒，带着放大镜，全屋查了一圈后，微笑点点头，和你一起签了 Übergabe Protocol。你开开心心的搬进新家，心里盘算着，我的3个月冷租押金过2个礼拜就会退给我了吧？1个月过去了，3个月过去了，账上还没有动静。你发了一封礼貌的邮件询问，房东回复，由于今年的 Nebenkostenabrechnung 还没有做完，我要留着押金多退少补。你上网一查，网上很多懂王都说德国房东有权扣留押金6个月甚至1年。你想着德国人办事效率本来就跟树懒差不多，那我就等吧。等一下，德国法律从来没有哪一条写死过房东有权无条件拖延6个月退冷租押金。但是汉堡租客协会 Mietverein Hamburg 说了，房东可以在还有具体债权的范围内保留押金，但必须尽快结算。什么叫具体债权呢？你退租了，房东盘算了一下他的债权，无非就可能出现这么几种情况：历史遗留欠款，比如你某个月少交了300欧元房租；肉眼可见的战损，比如你把墙砸了个窟窿，维修师傅估价500欧元；薛定谔的附加费，年底账单还没有出，但根据往年经验，合理预计你今年可能要补交200欧元。好，算下来一共1000欧，这就意味着房东最多只能扣留这1000欧元。如果你当初交了3000欧元的押金，剩下的2000欧元他必须麻溜的还给你，而不是把你这3000欧元打包一口吞了，装死不动。网上那种所谓房东原则上都有3到6个月时间退押金的说法，纯属乱讲。汉堡租客协会强调的是，房东不能仅因为还没有做 Betriebskostenabrechnung 就把你整笔押金像人质一样无限期的全部扣住。但这套机制里最黑色幽默的是什么？如果你火气太大，过早的去起诉，你还会吃瘪。德国消费者中心联邦总会整理过一个比较奇葩的案子。2018年，多特蒙德地方法院审理时，租客6月退租，7月就忍不住要起诉要押金。法官法锤一敲，你的附加费确实还没有结算完，所以你返还押金的请求虽然合理存在，但还没到时候，直接驳回起诉。发现了吗？时机不对，你有理也赢不了。但为什么这套机制看起来偏袒房东呢？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逻辑里，谁掌控了流动资金，谁就掌握了程序主动权。押金在房东账上，你要拿回来，你就成了主张权利的一方。在德国民事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你不仅要耗费大量时间去收集证据，还要承担极高的沟通成本。为什么游戏规则允许房东预留资金？因为这套玩法害怕租客跑路留下烂摊子，这会动摇德国房产租赁市场的基石，所以法律默认把房租客耍赖的优先级排在了保护租客现金流上面。但是遇到房东装死不退钱，不要慌，通关秘籍在此。第一步，算底牌。交房后，如果对方死咬着 Nebenkosten 不放，不给你退全款，立刻翻出你前2年的水暖结算单，算个平均数，比如你去年补了200欧元。第二步，下战书，写一封非常正式的德语信，内容直击要害。我同意您保留200欧作为未来可能的附加费担保，但是剩余的2800欧请在14天内汇入我的账户，如果不按时到账，您将自动陷入违约状态，届时我将立刻启用司法催收程序，并由您承担所有因此产生的律师费用。第三步，物理报机，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寄一个 Einwurf-Einschreiben， 它能帮你证明投递时间。一旦房东收到这封挂号信，看到上面专业的法言法语，他脑子里的警报就会自动拉响，完了，遇到懂程序的硬茬了。很多房东会在最后期限前乖乖的把钱打给你，为什么？因为如果真的进入 Verzug， 他不仅要退本金，还得连本带利替你付律师费。你可能只是在网上不小心点了一个试用服务，或者把那个百年不去的健身房解约了。某天你收到了一封信，抬头写着一个让每个住在德国的人眼前一黑的名字，某某 Inkasso 讨债公司。
里面说你欠了健身房20欧元的月费，但是因为逾期加上 Incasso 的调查费、手续费、利息，现在你总共需要支付180欧元。你是个讲逻辑的人，凭什么20欧元能滚出160欧元的手续费？高利贷都没这么玩的吧？而且我早就都解约了，根本不欠这笔钱的，骗子！于是你很霸气的把这封信扔进了垃圾桶，你以为自己是揭穿了骗局，事情到这里全剧终了，太天真了。过了1个月，你的信箱里出现了一个明黄色的信封，这颜色，这质感，信封上还印着威严的德国国徽，抬头赫然一个大字 Mahnbescheid， 法院催款令。你打开一看，金额已经滚到了300欧元，而且真的是当地法院盖章发出来的。这下多少平时在职场上呼风唤雨的体面人心态彻底崩了。完了完了，我惹上官司了，我留案底了，我的蓝卡要废了，我是不是要被书法拉黑？以后租房、办信用卡、买房贷款是不是全完了？你颤抖地掏出手机，按照金额转账，花钱买个心里踏实，稍安勿躁啊！德国消费者中心明确提醒大家，收到法院的 Mahnbescheid 绝不代表债权就一定成立。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法院在这个电子程序中根本不去审查 Incasso 追讨的钱是不是真的合理。你以为法院是明察秋毫的包青天？错，在这个阶段，法院就是一个自带盖章功能的传达室大爷，这是一个冷冰冰的自动化流程。Incasso 只要填个表，交点手续费，法院系统就会自动打印出这份吓人的 Mahnbescheid， 然后用黄色信封寄给你。如果你觉得冤枉，必须在收到法院信后2周内填好并寄回 Widerspruch 异议表格。如果你没有任何反应，继续保持沉默，后续这玩意儿就会变成 Vollstreckungsbescheid 强制执行令。到时候追讨的要求再荒谬、再不合理，对方也能合法的来强制执行，掏你的钱包。这在德国早就成了一条工业化追债流水线。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单在2024年，德国就大约有530万件 Mahnverfahren， 这是一个为了快速、低成本主张金钱债权的正式程序。我们再来扒一扒这些 Incasso 公司。德国 Verbraucherportal Bayern 明确指出 Incasso 公司必须在官方的 Rechtsdienstleistungsregister 注册，而且如果你根本没有买过商品，也就是本金不存在，那么这笔所谓的 Incasso 逾期费用你1分都不用付。退1万步讲，就算你是真的欠了钱，从2021年10月1日起，德国改善 Incasso 消费者保护法也对费用做出了限制，比如立刻付款或者欠款低于50欧，都有较低的收费标准，不是对方想收多少就写多少。但现实中呢，这些讨债公司玩的是密室逃脱那一套，靠建立恐吓剧本吓唬你。汉堡消费者中心在2026年就接过他们的老底，信里满满都是什么 Zwangsvollstreckung、Kontokündigung， 甚至是 Haft 这种字眼。其实呢，没有法院的最终执行令，他连你家门口的鞋垫都拿不走，更别说抓你坐牢了。为什么德国要设计这样一个不问对错只看期限的奇葩系统呢？因为德国的法官太少了，而且社会纠纷太多了。如果这530万起催债案每一张单子都要法官开庭听双方掰扯，那德国的司法系统明天上午就得瘫痪了。所以这套官僚玩法很鸡贼的把过滤垃圾的责任推给了期限。你不在14天内提出异议，很好，德国的法律逻辑就自动默认你沉默了、心虚了、承认了。这帮定规矩的人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比窦娥还冤，他们只在乎提案的进度条有没有拉满。反正就是一句话，德国法院在 Mahnbescheid 阶段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他只看你有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你觉得自己没错，不想搭理，法院却觉得你沉默就是认怂。那面对印着国徽的黄信封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简单。第一步，收到黄色信封，常见的做法就是立刻去看信封上法警手写的投递日期 Zustelldatum， 从这天开始算，你只有极其宝贵的14天，一天都不能晚，不然国家机器就开始暴走了。第二步，翻出信件附带的那张粉红色的 Widerspruch 异议表格。第三步，在我全盘否认这项诉求前面的格子里打一个叉叉，潇洒的签上大名，装进信封，去邮局寄一个挂号信回给发信的法院，就这么简单粗暴。只要按时把这个异议寄回去，法院这台自动化机器就会马上停止运转。这个时候皮球踢回去了， Incasso 如果还想讨要这笔钱，他就必须转入正式的民事诉讼，必须掏昂贵的法庭预付款，去向法官证明你这几十欧元的账单是合法的。你猜猜，面对几十欧元的虚假账单，他们会不会重新盘算成本？当然 Widerspruch 不是赖账神器，如果你确实欠钱，对方也可能继续诉讼。所以它的真正作用不是让你逃债，而是把不审查的自动程序拉回必须被证明合理的正常程序。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几乎是每个在德国开车的人迟早会遇到的局。你开着车去超市买个菜，去医院看个病，或者只是单纯开进一个私人停车场，华丽的掉了一个头。几天后你收到一张罚单，金额通常是47.5欧、60欧，稍微狠一点的可能直接干到107欧。你以为这是 Penalty， 但根据德国消费者中心的解释，很多超市或商场私人停车场上所谓的罚单根本不是政府开的 Bußgeld， 这些在超市商场门口的野生停车场运营商主张的是民事合同罚款。他们的底层逻辑非常流氓，强买强卖，只要你开进这个停车场，就等于你默认签了他们立在入口处的那块牌子上的 AGB。 然后比如你超时了，没放那个蓝色的小表盘，没扫码，或者手抖输错了一个车牌号码，对方小手一摊，你违约了，给钱吧。你以为是国家铁拳在教育你，其实是一家私人公司在跟你算商业账。国家罚款玩的是行政法，私人停车场玩的是合同法。所以你的反击思路根本不应该是警察叔叔我没违法，而是要硬刚，老子根本没看见你的霸王条款，这笔 Vertragsstrafe 是否合理？你们的照片能不能证明我真的停了那么久？德国媒体 Tagesschau 和 WDR 在2026年5月报道过2个极端的案子，一个女生只是开进超市停车场掉了个头，然后停到其他地方去了，却收到了某私人停车场运营商发来的47.5欧元的账单，对方硬说他停了1个小时。还有个小哥更惨，只是开进停车场转了个弯，结果喜提107欧元的账单，后来因为加上了 Inkasso 的恐吓费，硬生生滚到了196欧。Tagesschau 指出，这种私人停车场监管公司大批量自动化发 Vertragsstrafe， 硬是杀出了一条发家致富的商业模式，吃相未免太难看。为什么金额常常是40-50欧元呢？这个数字定得非常艺术，就像你鞋子里的一粒小石头，不大，但让人很不舒服。这个金额让你感觉像吃了一只苍蝇，但如果你去找律师，咨询费起步就是100-200欧，如果你去法院，搭进去的时间成本更是远远超过这几十欧，值得吗？他们赌的是概率，发出去1万封信，有多少体面人会嫌麻烦咬咬牙付款？但问题来了，你可能纳闷，我戴着墨镜掉的头，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哪儿？怎么把账单寄到我家的？Tagesschau 提到这类公司只要打着正当利益的旗号，就能拿着你的车牌号去问 KBA 联邦机动车行驶局查你的家庭住址。你知道这种查询量有多恐怖吗？2025年才10万次，到了2024年直接飙升到了将近400万次。KBA 被这类公司当成了免费的客户通讯录。我就奇怪了，德国人的数据保护平时严得跟什么一样，怎么到了车牌查询这里画风就突然放飞了？各位发现了吗？德国这套程序玩法嘴上说保护消费者、保护租客、保护普通人，但真正运转起来的时候，往往偏向更有时间、更懂流程、更能开外挂操作的那一方。某些批量发现的律所、恶意扣押押金的房东、私人停车场运营商，人家点几下鼠标，套一个模板，按一次回车就能把账单、律师信、Inkasso 信发出去，边际成本低得吓人。而你要反击呢，你得查期限、翻合同、找证据、写德语信、寄挂号信，必要时还要找律师。对方是在跑自动化流程，你是在用肉身打程序怪。最要命的是，很多人骨子里还带着那种算了算了别惹事的生存本能。但在德国，有时候你越想息事宁人，事情就越不会宁。你讲道理，对方讲流程，你嫌麻烦，对方就开始掏空你钱包。我是小雨，让我们一起做个清醒的局内人，下次见。